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等了这么久，终于我们等到了外交的结果。这个结果也是让我没有想到的，就是1v2v1。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我后面会解释。我们先看一下960这里的王国邮件。外交谈判已经结束了，你们应该也看得出来，有很多王国其实并不想跟我们打。那么这个也是比较正常啊，毕竟你们想一下。960一个王国等于全部王国的击杀数，怎么可能可以打得过？而且如果你们有看回我之前匹配结果出炉的那个影片呢，你都可以看到评论区其实有蛮多来自这个地图的其他阵营的王国都评论说，我不想要打，跟960打无非就是送死而已。那我们接着看邮件，因为他们的局势打不了像960这样子的顶级先锋王国，所以管理层这几天就是花这些时间磨合而造出最优的方案和这些阵营。这个句子有一点语病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用翻译直接翻了。最终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和提出某些条件之后，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选择。960在这一次的外交中非常理解和开放OK， 这边等一下我的东西要讲啊，你们记得这一句话。直到其他阵营意识到我们并没有强迫他们接受。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KVK 和实施的条件。OK， 那么下面就有写到 1v3， 严格来讲其实我们还算是 1v3 啊，不过实际上这边的外交结果是 1v1v2。所开出来的条件第一点，960会要求大家不要像以往那样的 KVK 氪那么多的水晶，这曾经是强制性的。OK， 我怀疑这个东西是用直接翻译了。第二点，温泉会分配成2组打2个阵营哈其实960的玩家大概算起来就大概100到200左右，如果是分配的话就大概一个温泉只有100个人或者是更少那老实说，我觉得温泉其实不分开人也 OK 因为温泉只能派一个队伍啊，其实影响不会太大。这点你们可以参考960上一场 KVK 就是跟93打嘛，然后960跟2489在同一个阵营，你们也可以看到，就算960跟2489都是充值非常多的玩家，其实依然推不过1093的，而且他们一个阵营里面有大概3到4个王国，严格来说人数应该不会这么少才对啊，但他们这边都已经谈判出来了，就只能跟着他们这边的要求去做。关卡4和关卡器960会分配组号到2个不同的区域打这将保证双方会来打我们。 OK，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关卡4开放，我们要去打土阵营还有水阵营嘛，但是960的人数必须要分开成2边同时进攻，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呢应该也是只有一边大概100个人或者是更少而已。我比较好奇管理层那边要怎样搞，因为我们的管理层其实人数并不是很多，如果要指挥的话恐怕会比较难一点。但也确实啊，如果960的人不分开的话，我觉得关卡4是肯定由960拿下的，其他阵营根本没有机会，所以这一点其实可以接受的，只是关卡器那边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啦，我是怕人数不够去补关卡不过其实关卡器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进展啦，所以分开成2边人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960会保证每个阵营可以安全的到皇庭也就是说就算我们拿下关卡器之后，大概率应该也是不会把他们的要塞什么旗帜之类拆掉，我们不会碰到任何关卡到皇庭的路线，这样大家可以进到皇庭打最后一战。 OK， 收发是可以接受了，只是温泉那个有点太过苛刻了。那么最后的结果，60个征服者之阵会分给小阵营，也就是那3个阵营啊，按照 DKP 的排行榜，但是打960分配的，如果他们之间打来打去的话，那个就不算。假设 ABCD 阵营执行全部3个阵营的 DKP 50%、30%、20%，则 ABCD 阵营就会获得30个、18个、12个征服者之阵。大多数的圣堂圣域会分给所有跟960参战过的阵营，还有包括皇庭的第一夺，这里所说的应该是圣城，还有编年史会分配给有跟960参战过的阵营。但是假设说是那3个阵营他们胜利的话，这些奖励就由他们自己去处理了，有210个加60个。那最后有说到水和土阵营不想要跟风阵营合作，但不会影响到我们在皇庭会遇到他们，他这个句子也是写的怪怪的。假设风阵营也是进到皇庭的话，我们也照打。那么最后的最后有说到要大家理解，因为如果我们想要玩一场比较有趣的 KVK 呢，只能做这个选择而已，这个也是我们唯一的方案，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我们的外交结果你们觉得怎么样呢那么接下来就要说我看到的一些东西了。 OK， 那风阵营其实我也是有一些认识的朋友，毕竟我们在之前有跟爸爸打过嘛。
那风阵营的朋友也是有跟我说过，其实水跟土阵营确实是不想要他们。那我觉得不是3275的问题，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是3060。这里你们可以看回我之前所做的数据，你们可以发现到3060是先锋，但是他们的击杀是真的，我已经无言了，就连3275的击杀都比他们更多。要知道3275、3265这些王国都是靠比较后面的王国，比3060还要更新的王国，但他们的击杀都比3060还要更多。而且我一些朋友在土阵营那边也是有说到，其实他们并不是不要3275，而是不要3060。或许对他们而言，3060的存在可能跟1002差不多吧。不过说实话啦，这个比我预想中的还要好一些了，因为我之前想到可能这一场 KVK 是真的没有战斗了。至少经过外交的努力，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战斗啦，至少不会这么无聊。OK，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960的事情了。因为我长时间都是以960的角度去说外交的事情嘛，这一次我们换一个角度，是从另外一个阵营啦，但是我不要说是谁讲的啦。那他们有透露到，其实960在这一次的外交呢，都表现得比较粗鲁一点。那他们所谓的粗鲁呢，就是960一进到外交就跟对方说，哦，我想要这样，我想要那样，只是说自己想要什么东西而已，不理会其他阵营的想法。当然那个我是从其他阵营那边听到了，事实上是怎样我就不知道。然后其他阵营就有问到960为什么要报名这一次的 KVK， 你们应该跟93或者是2489这样子的先锋说好，哦，我们什么时候要打 KVK， 跟他们约战，而不是在他们这种小王国注册 KVK 的时候去注册 KVK。 960那边的回复就是说，为什么你不要去叫93跟我们一起报名 KVK， 为什么我们不能报名 KVK， 就是说其实他们在外交里面呢有发生过一些争执啦。那么一般来说，在一场 KVK 里面呢，通常比较傲慢的都是那种比较大的先锋，就有点像960这样子，都想要去主宰整个 KVK 应该要怎样进行，这个算是比较正常啦，我看过很多场 KVK 都是这样子，但就是会让到其他阵营都觉得不舒服，为什么我要听你说的，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想法。不过既然他们的外交结果已经弹出来，也就是说后来960的态度有改变，但是在外交结果还没有出炉之前呢，我就已经有听到他们说，其实其他阵营有要求960不要氪水晶，然后 GT 跟 MX 不能在同一个阵营，就是要分开，还有就是限制960的玩家到底有多少人，这个也就是在邮件里面你们可以看到的条件。所以严格来讲，960这里是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当然这个条件开出来之后，其实960有一些玩家是不满意的，但是换个方面去想啊，如果你不满意，你不接受的话，这样你之后又没有 KVK 打，你没有 KVK 打的时候，最后你又是要移民，那你移民之后又要等报名，等匹配，等到这个过程，还不如在960这边打 KVK。 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啦，其他玩家是怎样想的我就不知道。我个人觉得有的打架就可以了。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外交结果之后觉得怎么样呢？严格来讲，这一次其实也算是 1v3 啦。那如果要说这一次的外交有没有 drama 呢？其实也不算是 drama 啦，就是发生了一些小插曲而已。那么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吧，我们下个影片再见。